我们努力让美梦成真，以为描述回春什么都可能，但是现实残忍，我们是人，请仔细看看眼前的我。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没有尽头，换来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疑惑。医生不是神，我们也是人，在我的笑容背后需要体谅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，我心的沸腾，在太好里的我，依然是命的我。喂，你干什么？姐，跑到哪里去了？你们受伤了？他没事吧？姐，你没事吧？他有没有对你怎么样？喂，你居然敢吃我姐豆腐！你之前对人会这样，你现在对我姐也是这样。你在说什么？他在帮我找靖国。算了，他没事为你好嘛，人没事就好了。我本来就好好的。是啊，他们本来就好好的，某些人是没有机会的。一哥，够了。不好意思，谢谢你了。我先走。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？你们把迪儿带出去？我们明明有跟你讲啊。我们有跟 CCTV 说拜拜。我怎么可能时时刻刻盯着 CCTV？你应该send个 text 给我啊！哎呀，省时间嘛。谁知道那个人会趁虚而入？他不当心理医生啊，真的可以当花花公子。他至今还一直追人回。就是啊，到处留情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姐，你最好离他远一点。 King 是我的老朋友，他不是你们说的那样。我不喜欢看到你们两个在一起。我去洗澡。吃点水果吧。你还在生气啊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跟 King 真的没什么的。我没有不高兴。不然这样吧，明天我提早下班，我陪你去跑步，好不好？你会去见 Dr. King？ 好，我可以去见他。只要你肯接受治疗，你看谁我都无所谓的。我可以去看 Dr. King， 不过你要答应我，不要再去找他。是，我看得很清楚，他是想把你抢走。我不能没有你。傻瓜，没有人可以取代你的，以前没有，现在以后都不会有，知道吗？是这个数目不是很小，是。OK， 好，那我再打给你，好，拜拜。Hello Dr. B，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嗨，哇，都已经2点多了，你怎么还没去吃饭？还没忙完，忙完就会吃了。
他一忙起来就会忘记吃饭。买给你的，谢谢快点吃啊，要不然胃又痛了。你们看，我们的 Dr. B 就是这样，把时间给了门诊，就算生病啊，也不会拿病假。有一次出车祸，他还穿着病服来巡视门诊，跟筹款没有关系的，表弟。让他们多了解你嘛。你没什么事就快出去吧，快出去。Dr. B 很忙的，他等一下还要赶去儿科看诊。这位就是我们的护士长 Sister Ang。那我想问问 Dr. B 什么时候比较不忙？你说呢？他在儿科那边看诊一结束就过来门诊，回到家也不能好好休息，半夜还要跟病人视讯看病。哇，他下班了还要视讯看诊啊？一天24小时，他当48小时来用，而且全都用在病人身上。Dr. Bay 真的是一位很有爱心的医生，不收诊费，还帮我们找到了奶粉赞助。Dr. Bay， 我们一定支持您，加油！门诊取消24小时服务之后，幸好有 Dr. Bay， 半夜他都会接我电话，帮我看病。他是最帅、最尽心尽力的医生。有一次啊，一个小病人不肯打针，突然咬他，咬到流血呢。Dr. Bay 还是忍着痛帮他打完针。听说他没结婚，却有个干女儿。他是我小时候的儿科医生。我妈去世了之后，他一直都资助我，还让我到国外深造。金星，你好吗？我很想你。自从我遇见 Dr. Bay 之后，我就下定决心，要成为一位像他一样的好医生。你们看。Dr. B 就是一个这么好的医生，从来不比较个人得失，尽心尽力为每个病人服务。哎，你在干嘛？还可以来坐。我在拍短视频，不如你来说几句，鼓励大家捐款，帮助门诊。我来说啊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我唱的比说的好听，我来唱吧。好啊。OK。Dr. B 是好医生，有热心。有认真，门诊有他是福分，快捐款救门诊，嘿！哇，赞！这样也行啊，东拉西扯的，有人看嘛？之前你谈的医学小常识还比较有内容。bro， 说几句支持一下。其实是挺不错的啦。啊，听到没有？我有信心让 Dr. B 做主角，肯定行的。不是要打击你，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几个 views。动手指咯，尽量转发出去。我已经转发给所有朋友啦。帮我 share。可惜高尔夫球比赛办不成，不然多少能筹到一些钱呢。哎 ，bro， 你不是师奶杀手咯？你怎么说服不了那些阔太太啊？他已经尽力啦。你还是好好去想想怎么增加你的 views 吧。你笑什么？Dr. 爸拍的短视频，你是主角，怎么连我也拍进去？我还以为他会剪掉。拍得不错，你还蛮上镜的。你以前不是最不喜欢抛头露面的吗？怎么现在改变啦？他们这么卖力拍短视频，为了就是要保住门诊。我们多少都要配合一下嘛。只剩下2个星期，收到的捐款总额，包括杜博那一笔，还不到目标的一半。我知道，我们能做的都做了。如果真的不能够保住门诊，只好认命了。我还怕一旦门诊没了，你会接受不了。有些事情真的勉强不来的，要真的走到尽头，只好看得开放得下。进来。Dr. Bay， viral 啦！我们的短视频破100万 views 了。那又怎么样？越多人看，自然就会有越多捐款进来啊。对啊，今天来的病人都在谈论，还有捐款箱里的钱比平常多啦。看来短视频真的起作用了。哎，看看筹款网页，怎么样？哎呀，筹款还真的上升了。马医生出马，真的是马到功成。
喂，是我是，我飞。刚刚我们做了 dark room examination， 我发现你的双眼有 narrow angle 问题。narrow angle？ 简单来说，你眼睛内的银流角比较窄，导致眼睛内的水分无法及时排出，造成眼压上升，你的眼睛就会疼痛。可是为什么偏偏每次我在办事的时候眼睛才会痛呢？那是因为性高潮刺激到你的眼睛的瞳孔扩张，导致银流角闭合，水分更加难的排出，所以你的眼睛会感觉到疼痛。我没有听过这种事，平时我看东西都非常的清楚，我的眼睛怎么会有问题呢？有 narrow angle 的人，有些是没有症状的，不过它是一个潜在的问题，有可能演变成 B 角型青光眼，如果严重的话会导致失明，最好尽快动手术。哈，还要动手术啊？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雷射手术，叫做 laser peripheral iridotomy， 甚至不用住院。那这跟白内障的手术一样吗？白内障手术是清除阻碍视线的白膜，而这个手术是用雷射在虹膜上打个小孔，让水分疏通。那如果动了手术之后，以后办事会不会比较好呢？这我不能确定。我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你有 narrow angle 问题。等手术后，我们再看看这两者是不是有关联的。这样啊。既然找出了病症，应该早点接受治疗。我相信 Dr. Chu 专业的判断。来，我会尽快安排时间，然后再通知你。哎，谢谢你们啊！是我们要谢谢你才对，一直那么支持温盛东医院。等 Dr. Chu 把我这个烦恼解决之后呢，我会叫我全家人来这里做温盛东的 VIP， 还有把我小孩转来这里的儿科。哎，我听说你们这里有一位很红的爱心医生，叫做 Dr. Bay。Dr. Chu， 我看你应该拍一下视频，打响自己的名声哦。Hey, I see you again. Bye. Bye. 拜拜。现在的医生也流行拍视频了。看来你对门诊那边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啊。最近比较忙，没有去注意。看看短视频不会占你多少时间的。门诊的筹款搞得这样大，你们的动力是什么？温盛通慈善门诊已经存在整100年了，如果在我们这一代就结束，我觉得太可惜了。筹款失败，门诊就会关掉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是董事局的决定吗？对不起啊，这一点我不方便说。那我是不是应该去问医务总监？其实这不是重点啊，应该把焦点放在筹款方面。我们是希望能够很快的达到筹款的目标。不好意思，我有事情要先走了，谢谢。我还没问完 ，Dr. Bay，Dr. Bay，Dr. Bay。Dr. Chu， 关于筹款的事，我可以跟你聊2句吗？你不是已经访问了 Dr. Bay 吗？听门诊主任说，如果筹款不足，门诊就会被关掉。一个部门会不会继续存活，取决于很多因素的。把门诊关掉，是不是高层共同的决定？你是否也同意？不好意思，我无可奉告，我还有会议要开。短视频这么成功，要不要去庆祝一下？庆祝什么？我们的筹款短视频破100万 views 了，如果每个 viewer 都捐一点的话，很快我们就可以筹到300万。我没想到啊，短视频会这么成功啊！现在捐款越来越多，门诊就不用关闭了。到时候你就可以回来当全职医生，那我们4的帮就可以一起在为门诊打拼。浩南转全职就不用代班医生，那你哥怎么办？不用担心他，我猜他应该会继续进修当一个专科医生吧。你以前不是说
他喜欢浪迹天涯，很怕被一个工作绑定的吗？那是以前，现在不一样了。他的心已经被一个女人绑住，日日夜夜要守护他的心上人，想走也难。大家都是朋友，你不要乱说了，不然人会尴尬的。我没有乱说，我哥曾经帮仁惠挡过子弹，仁惠从他的身上取出子弹，救过他一命。我从来都没有听他提起过，是不是你乱编的？我也是最近才听我哥说的。他们之前在国外做义工的时候呢，曾经出生入死，一起在枪林弹雨中度过刻骨铭心的一晚。仁惠现在还收住那颗子弹，意思浅浅。会不会是你哥自作多情？你就等着喝喜酒吧，我很快就有大嫂啦。Bro， 事情不妙啦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他明明是反问我有关筹款的事情啊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我怎么可能说总监打压门诊呢？怪不得他在业界的风评不好，根本就是唯恐天下不乱，把你们放在同一篇报道，制造对立，让那些支持 Dr. Bay 的人讨厌 Dr. Chu。原来我是被利用的。我想他的目的就是要借机踩 Dr. Chu，可是不懂的人会被误导，以为是 Dr. Chu 要关掉门诊。不行，我就要拿下来。都不要接我电话，我看我跟Dr. Chu解释一下比较好。我跟你一起去。Dr. Chu 不在眼科，也不在办公室，估计应该是来看英姐了。你想要吃什么？我买给你。我想吃。进来。来了。英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多了，谢谢。Dr. Chu，方便去外面聊一下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没事。Dr. Chu，那篇东西你看到了，真的不是我说的，是莫非乱写的。我真的不会跟你对立，也不可能把门诊的命运怪在你头上。报道都刊登了，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？如果有必要，我可以出来澄清的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怎么了？姐，怎么了？去跟他们说，不是，不是。妈，林姐，妈，你醒醒啊，妈！你怎么知道莫非住在这里的？我有一个朋友是做电脑程序的，他最擅长就是人肉搜索。老板等你很久了，我给你的独家好料够劲爆吧？现在有谁不认这个臭医生？我还在等着看他怎么死。说好的酬劳呢？你还怕我赖账啊？等一下，所以是你们两个串通起来重伤Dr. Chu。我写的都是事实，不然就要他去告我吧。我们跟Dr. Chu到底有什么过节？为什么要这样对他呢？是他乱开药害我变残废，给点钱就要我闭嘴，还敢叫人报警来抓我？他这个烂人凭什么当医生啊？看来你们不知道Dr. Chu的真面目。他在背地里做的坏事，肯定不止这些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先把报道撤下来好吗？有凭有据，又不是我捏造的，为什么要我撤？不管你们跟Dr. Chu有什么恩怨，我会想办法调解。但我还是希望你把报道给撤下来，可以吗？你是谁呀？为什么要你来调解？我们也只是希望能够化解你们之间的恩怨。你
们省点力气吧。当年他只会躲在女人背后，你一句道歉都没有。现在就算趴在地上求我原谅也没用。看到他的手吗？这个报道我之前写过了，看来我还可以重新拿出来炒热。没想到他们两个这么痛恨Dr. Chu啊！是我太大意，太过相信墨菲，才会成为他们的报复工具的。Dr. Chu也是倒霉啊，遇到这种蛮不讲理的人。事情都过了这么久了，还咬着不放，分明是想把失败的人生怪到别人头上。有些伤痛真的不是用时间能够冲淡的。医生也不想有医疗事故啊。我们会当医生也是为了想救人，怎么会去害人呢？况且Dr. Chu都已经做了金钱赔偿。金钱真的能够弥补一个人的过错吗？我们都不是当事人，没有办法了解受害者所承受的痛苦，但也不应该觉得用钱来赔偿就理所当然的得到对方的原谅。都在干，怎么样？手术很成功，不过由于他是2度中风，再加上身体已经非常虚弱，情况不太乐观。我们努力让美梦成真，以为描述回春什么都可能，但是现实残忍，我们是人，请仔细看看眼前的我。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没有尽头，换来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疑惑。医生不是神，我们也是人，在我的笑容背后需要体谅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我心仍沸腾，白袍里的我也